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近日，中国多地从南到北相继遭遇了强降雨的侵袭，洪涝灾害持续的蔓延。在自然的强降雨与官方泄洪的双重作用之下，多个地区出现严重内涝，受灾画面令人震惊。广西玉林、柳州、桂林、梧州等地因持续降雨，导致山洪爆发，河水暴涨，街道被淹，房屋进水。特别是广西北流市部分乡镇遭受的洪灾比较严重，其中北流市罗江大龙镇河段出现了2015年以来最大的洪水。在7月初，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北流市连续3次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持续将近6个小时，强度惊人。有3个气象站的累计降水量超过了250毫米。受此影响，罗江平定水、北流河、陆川县、清湖河等6条河水水位急速攀升，其中罗江大轮段的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1.23米，形势十分严峻。预算了半天了，挺严重的。那个老人说30年了才见过一季这么大的雨，在镇上面的话都没什么影响，就是村里面严重路小地方可能就塌方了，然后那个电也断了。最严重的就是农作物，还有那些鱼塘啊，那些鱼都跑完了，整个大轮海马青湾都是有这种情况。不少民众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流传，记录下的灾情最直观的一面：道路被洪水淹没，汽车被困，商铺进水，水流湍急，市区局部已经出现了瘫痪的状态。从早上开始下了几个小时了都没停，在低处的房屋也被水泡到1楼了。目前没有下雨，有部分走滑坡呢，道路被挡了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尽量安排机械的负责道路的上通了吧。那么还有视频显示呢，广西玉林暴雨后，万达广场附近路段也发生了严重内涝。有网友表示，曾被寄予厚望的7亿元排水系统也未能抵挡住这轮强降雨的冲击，大片区域被水覆盖。市民戏称，7个亿的防涝系统竟然连一场雨都顶不住。气象部门表示，未来3天内，广西中北部地区还将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南方四川盆地也未能幸免，成为暴雨的中心之一。7月6号下午5时，四川省水利厅联合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醒部分地区未来24小时内面临较高风险。根据预警的内容，从当天晚上8点至7月7号起晚上8时，广元市朝天区、望苍县、昭化区、剑阁县、苍溪县以及凉山州、雷波县等8个县市区都存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日前，四川多地已经普降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特大暴雨，受影响区域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其中呢，超过7万平方公里雨量达到了大暴雨的等级。短短1天的时间，降雨总量超过了140亿立方米。有网友用相当于灌满1000个西湖来形容其规模之巨大。暴雨引发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河流水位暴涨。近日，岷江上游来水增加，导致位于成都西北部的子平铺水库紧急加大了泄洪流量。此时呢，成都本身也就处于降雨的核心区，水库泄洪更让市区压力倍增，大量街道积水严重，交通瘫痪。目前呢，四川多地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的发生，给沿线居民生活与基础设施带来严重的影响。山区道路塌方、河水水位暴涨、房屋受损、人员紧急转移等情况接连上演，防灾压力持续升级。有视频显示，四川绵阳地区房屋倾倒，道路被洪水灌满。不容易了，哎呀，实在这个真的是太难了。你看这房子，晓得人在哪里了？完了啊！在那啥走。说我们目前无人员伤亡，你财产受损，道路交通大，肯定会有的那么大的洪灾。那么呢，还有视频显示，近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境内山雨成为了急速积累的风险出发点。巴底镇沈族沟山体发生了剧烈的泥石流，数十万立方米的泥石流聚集到山谷，瞬间冲毁道路。通信和电力设施造成沈族1村、2村共约15栋房屋受损。7
7月4号晚间，四川九寨沟县交通运输局、九寨沟县公安局联合发布了通告称，受强降雨的影响，九寨沟县城至平武方向国道247线雾角镇昭塘路段发生泥石流，导致国道中断。进入到7月，极端天气正在全国范围内不断的上演。目前，全国已经有329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从6月以来，南方多地洪水已经肆虐，北方也紧随其后进入了暴雨频发期。以辽宁为例，从7月1号下午5点至4号上午8点，辽宁东南部持续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大连、抚顺南部、本溪、丹东、营口南部以及岫岩等地相继出现暴雨，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大暴雨的等级。欢迎到沈阳来看海啊！哎呦我，看海了！网络上不少人感叹，3天雨量已经下完了一整个月的份额。市区多处发生内涝，车辆被困水中的视频不断在网上传播，场面是触目惊心。大连降水尤为惊人，全市平均降雨量高达146.5毫米，创下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同期最大值，比2013年的历史记录92.7毫米大幅提高，达到常年7月平均雨量的1.2倍。7月3号晚间至7月4号的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大连彻底推入了汛情的核心，闪电划破夜空，雷声轰鸣不绝，仅旅顺一地就达到142毫米的强降水，跃居全国降雨量首位。数据显示呢，当晚旅顺地区上空共发生了7649次闪电，整个城市仿佛置身于一场无法逃离的风暴舞台。市区内水位迅速上涨，龙腾河与大灌的海水在马兰河交汇，水势猛烈，场面震撼。有目击者形容，不会开船的人都成了水上驾驶员。这场破纪录的暴雨在6个小时之内，使大连市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10.6毫米。其中呢，福州湾街道海盐公园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62.9毫米。大连多地同时进入了内涝的状态，西站广场地势低洼，积水迅速成河，车辆被困地下车库，市民彻夜挪车却是无计可施。甘井子区新在子街道每小时降雨强度高达67.1毫米，一度导致多个排水系统失效，地下车库水深至腰，成了临时的水库。有车主在深夜录视频求助，车都快被水给吞了，吊车叫不到，电话也打不通，我怕得不行了。7月4号的清晨，虽然雨势暂缓，但市内多处仍然是积水未退。居民反映呢，地面洼地像是池塘，物业公司正在紧急排水清理，许多泡水车在露天停了一夜，一夜之间变成了修车行的常客。有视频显示，大连多处建筑物被冲毁倒塌。马兰河堤坝部分坍塌，部分车辆被冲到悬空的位置，随时有坠落的风险。一位市民站在高层窗前，看着不远处山体塌方，泥水滚滚冲刷而下。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亲眼目睹泥石流现场，真的是前所未有。北方山西同样遭遇了暴雨的重击。7月4号，刚刚经历过一场强降水的太原市，再度陷入了风雨雷电交加的恶劣天气。有天气观测者记录到，当晚太原局地出现了11级的强风，阵势宛如台风过境，被认为是近年来太原最猛烈的一场雷雨。有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感叹，
活了30多年，从没见过这么吓人的暴雨。整个城市在风雨的狼狈状况，再度引发了民众对极端气候频发的担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内今年的洪水除了与强降水有关，也往往与官方泄洪密不可分。贵州榕江县连日下暴雨之际，上游水电站多次泄洪，导致县内平永河、寨壕河、都柳江的水位快速上涨。同样发生在洪灾的湖南怀化市脱口镇居民对新唐人透露，上游多个水电站泄洪，脱口水电站6月23号起开了7个闸门，造成沅江水位高涨。河南多地遭遇大暴雨天气，6月30号21时至24时，河南西峡县太平镇、二郎坪镇遭遇短时极端的强降雨天气，2个多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到了225.3毫米，引起了山洪爆发，导致下游蛇尾河猛涨，部分设施损毁，有大量民众被困。中国水利部副部长陈敏在7月4号的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有介绍说，截止到7月4号早上8点，累计已经有329条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但是，尽管洪水肆虐，中共副国级以上的高层至今未见有出面视察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并且没有见任何的所谓的重要指示。官方报道显示，中共分管防洪救灾事务的副总理张国清6月以来并没有视察灾情。7月1号与2号，张国清在湖北调研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等工作。时事评论员李连一对大简表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已将胡温时期亲自到灾区甚至亲自参与指挥救灾的亲民做法给抛弃了，希望往事待水退去之后再去做做样子。今年的5月份，西去河南考察，当地大喊农民损失惨重，他也没有查看和慰问。现在呢，整个中共政权危机加深，中共高层们忙于内斗，高官们连基本的官德也都是顾不上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